我是逍遥宗的大师姐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挑战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是个游戏 NPC。不过这些想要打败我的人都太弱，我不厌其烦地击败他们。然后第二天，他们再回复满血，继续孜孜不倦地发起挑战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居然有人锲而不舍地刷我的好感度，日子太无聊了，我假装被他攻略。后来他攻打上门派，我望着浩浩荡荡的讨伐者叹了口气，弹指间为首的他被斩成残血。你想要奖励我可以给你啊，那东西我有的是。Boss 也可以当全服第一的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叫柳木晴，逍遥宗的大师姐。我感觉我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趣了。从记事起，我似乎就是门派数一数二的佼佼者，每天不计其数的挑战者前来挑战我，但是都丧气而归。但是让我奇怪的是，这些人职业不同，面目不改，有时候换了套更华丽的衣服，有时候配了副更厉害的武器，第二天以全新姿态满血出现在我面前，点名要挑战我，然后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样的话术。久仰逍遥宗第一高手的大名已久，不知可否与之一战。我颔首挥剑，那便战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他们那些小动作都没有什么大用，顶多在我手上多坚持个几秒。有时候我也不想和这些人打，无论我在干嘛，是吃饭还是修炼，只要有人发起战斗邀请，我就会莫名其妙的迎战，根本拒绝不了。我观察了身边的师弟师妹，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但都没有我这么频繁。二师弟还好，虽然也有很多人来挑战他，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能打败他，但他还是不像我一样每天一堆麻烦，无非就是损失点法宝。不过二师弟凡间身份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，这点东西对他来说无足轻重。三师弟就惨得多，他的实力比较弱，每天轮换着人来揍他，走的时候还要抢走一堆功法秘籍。每次他来找我疗伤时，身上的伤还不一样，有时候是被剑士砍伤，有时候是被毒师下蛊，过分的时候还被拳师打得卧床3日。我去送药的时候，他一个1.8米的男儿趴在榻上，眼泪汪汪地向我望来。师姐，这些人为什么就针对我打啊？呜呜，好痛！我辛辛苦苦攒的法宝啊，呜呜，好心痛！我无奈扶额，这种情况往往第二天会重演，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直到某个平常且无聊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击败对手。收剑时，我突然听见那个修士对他的同伴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这个 NPC 也太恐怖了，我们几个全服前20组队也打不过，可以称得上是爆过般强大了，怪不得这个副本奖励这么诱人。我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实际上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。我直觉他们是在说我，但是什么是副本 ？bug 又是什么？NPC 是我吗？那几人走之前，我还听见最后一句：这么厉害的 BOSS， 估计只有孤舟大神能打过了。我默默地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。这个人似乎没有来挑战过我。三师弟又受伤了，宗门中的草药恰好不够，我也无视，主动接下了去望仙谷采药的活。这个活计很轻松，但是费时间，不知不觉已月落西山，暮色将垂。我正要收拢所有草药放到背篓，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的灵力波动。我手已经按上了剑把，悄悄往怪异之处移动。原来只是松树下躺着一个受伤昏迷的白衣男子。我松了口气，正要抬脚离开，男子扯住了我的衣袂，姑娘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什么都没干啊。我用剑鞘拂开他的手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救你。他自顾自地说，在下感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愿追随姑娘左右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这人是不是当我脾气甚好？白衣男子有些虚弱地摇摇晃晃站起身，姑娘，我现在无处可去，可否再给在下一个容身之处，我一定会付报酬。我还可以打杂。男子俊俏的脸上挂满了殷切期盼，用一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看着我。我盯着他许久，男子以为我是被他释放的魅力迷住，又朝我笑了笑。刚刚没注意，这名男子头上慢慢浮现了他的名字，或许用他们的话讲，这是叫游戏 ID。一叶孤舟。我绽出一个微笑，收了剑，好啊。白衣男子一副意料之中的窃喜，连忙接过我手中的背篮，我来帮你。
哦，对了，在下还没有自我介绍，在下名叫叶福州，一介江湖游侠，不知姑娘姓名？我拨弄了夏剑穗、柳慕情、逍遥宗弟子。叶福州惊喜地喊：柳姑娘，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逍遥宗弟子吗？我搞不懂他的目的，归途中都是他兴奋地拉着我自说自话，我默默地听。其实有点吵，我暗自腹诽，但还是含笑不语。回到宗门，三师弟欢快地出来迎接我，看见我身后跟了个陌生男子，警惕地挡在我身前。师姐，他是谁？我眼神示意他稍安勿躁，是我的朋友叶福州，师弟帮我带他去安置一下。三师弟不疑有他，拍了拍叶福州的肩膀，走吧，叶兄弟，既然是师姐的朋友，那就是我的朋友，我带你转转去。叶福州似乎还想找我说什么，但是已经被三师弟给扯走了。二师弟抱着剑倚在门旁，看着叶福州的脸，欲言又止，不过最后什么也没说。叶福州在宗门的这段日子，和上上下下师弟师妹们都处得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除了二师弟会保持戒备，他隐晦地透露出叶福州不简单，我只是笑笑不说话。而三师弟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完全被叶福州刻意流露出的不凡身手所折服，天天叶大哥的跟在叶福州身后，要和他一起修炼。不过看着每天都来找我说话的叶福州，我头疼的感觉自己的好奇心招惹上了麻烦。慕情，我做了些点心来给你，修炼辛苦了。该说不说，他这盘灵力糕点看起来卖相倒是不错，淡淡的绿色光晕笼罩在四周。我捻了一块青米入口，很好吃，谢谢你。其实一般般。我之所以吃，一方面是因为好奇他到底想干嘛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又看到了他头顶的对话框。孤舟，你最近跑哪去了？联盟任务也不做，再这样你排行榜第一马上要被人超了。而叶福州回复，我在商城买了蝶灵高攻略 NPC 呢，这个副本我们联盟一定能最先通关，稍安勿躁。过了一会，那个对话框又闪烁了一下。好吧，你心里有数。最近清欢在找你，你有空去见见。叶福州笑着看我，眸光潋滟着一池柔情，抬手拿开落在我头顶的一片桃花。如果忽略他头顶弹出的好，我知道了的话，我坐在他对面，喝了口清茶。叶福州见我表情没有太大波动，慕情，不合你胃口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，只是我不习惯吃甜食而已。叶福州也不尴尬，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，记住了，下次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。其实我已经辟谷了，我心里默默说。从那天以后，叶福州不知道打开了什么开关，每天殷勤地送一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而且频繁地出现在我每日必经之路上。有时候是对着春花秋月作诗吟句，有时候是穿着单薄练功服舞剑弄刀，有时候是月前树下抚琴吹笛。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喜欢我。三师弟每次都要拼命使眼色努嘴，师姐，福州他这么喜欢你就从了吧，哈哈哈。我承认他比我和二师兄这两个宗门最优秀的男人更有魅力一点啦。二师弟也被叶福州的恒心打动，放下了戒备心，也劝我接受他。我懒得理他们，也对叶福州的举动无动于衷，因为我知道，按照他们世界的话来说，叶福州只是在刷我的好感而已。照例解决掉今天烦人的挑战者，我收剑入鞘。结束战斗，我隐隐感觉到手臂有些钝痛，这些杂碎太难缠了，十几个刀客趁我不注意搞偷袭。叶福州不知何时匆匆忙忙地赶过来，脸上带着担忧的神情，抓住我的手臂疼惜地问，怎么样，很痛吧，慕情？他这副样子，外人看了还以为我受了多重的伤。我有些无语，不等我开口，他又自顾自地说，慕情，见到你受伤，我心好痛。你等着，我马上为你疗伤，我带了灵药。二师弟帮我拉开自我陶醉的叶福州，叶公子，师姐没事的。叶福州愤怒地朝二师弟大喊，你怎么知道他没事？你们逍遥宗是不是把他当工具？他可是受伤了啊。同时他头顶弹出一个对话框，老大，你的攻略进程怎么样了？我看见叶福州回，放心，我敢肯定这个柳慕情绝对已经喜欢上我了。虽然看不到他的好感度，但没有女人能抵挡住这样聊，就算是 NPC， 一串数据也不例外，哈哈。快收网了，哈哈，不愧是叶孤舟，
无论是仙侠游戏还是攻略游戏，都玩得有一套。等你好消息。看着二师弟如常的神情，我大概确认差不多只有我能看见叶福州的通话。我装出一抹感动的泪眼，这样的表情第一次做，不知道自不自然。福州，谢谢你。叶福州牵住我的手，如果忽略他眼里的意料之中和洋洋得意的话，那他确实挺让人动容的。二师弟见我俩含情脉脉的相望，情投意合的一副旁人插不进去的样子，默默地离开。和叶福州假意纠缠了一段时间，我都有些不耐烦了，还没见他进行他的下一步。我烦烦地想，这样既要应付那些挑战者，还要和叶福州虚情假意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？就听见三师弟来报：师姐，叶大哥他私会别的女人啊！我来了兴趣，这家伙终于等不住了吗？在哪？三师弟以为我要去捉奸，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：后山有什么误会当面。我不想错过这个好时机，没听他说完就御剑飞到后山，离得老远就看见一个粉衫女子和叶福州相对而立，好一对璧人。哦，原来这就是十里清欢啊，似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啊。清欢，你冷静一点，我这边事忙完了就陪你。你要我怎么冷静？你天天都在陪那个 NPC， 到底谁才是你的道侣？叶福州头疼地揉了揉眉心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为了这个副本。十里清欢气得柳眉倒竖，哼，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直接打败他？我们帮派一起上也行啊。叶福州安抚他，这个副本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，BOSS 柳木晴太强劲，不能硬来。他只是一串数据，你怕什么？这就有点不礼貌了。我虽然不知道数据是什么，但直觉不是什么好词。既然都提到我了，那本 BOSS 就出来走两步吧。嗨，福州，这是谁啊？我从树后走出，看着十里清欢疑惑的，两人俱是一惊，吓得隔开几大步距离。叶福州先反应过来，木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清欢，来投奔我的。我忽略了他的第一个问题，笑着向十里清欢伸出手。哦，是清欢妹妹啊，福州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，就是我们逍遥宗的客人。他也友好的笑着，头上弹出对话框，这个 NPC 做的还挺精细的，这个建模比有些玩家捏脸都精致呢。叶福州若无其事地和他对话，不过还是没你好看。清欢嗔怒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不过你撇开和我的关系，这笔账我以后再算。不过他脸上的笑容更真诚了几分。我无语地抽了抽嘴角，这两人是把我当做他们调情的工具了吗？见我把奸情男女原封不动地带回来，还吩咐要好好招待他们，三师弟惊讶地瞪大眼睛。我耐心解释，师弟你误会了，这位是福州的朋友，来投奔我们的，好生对待。三师弟丝毫不怀疑，见清欢又长着一张温柔清丽的容颜，更是对他好感倍增。包在我身上，清欢妹子看起来就是好人。我放了心，也不是说对这两个外来人多放心，而是对我自己的实力放心。这个全服第一叶孤舟不是说我是那个什么 boss 吗？而十里清欢应该也是一位高手，看他的粉裙品级不低，佩戴的法器也不是凡品。那我还蛮荣幸的，这两位都大驾光临逍遥宗。不过我有些可惜的想，为什么不直接打上来呢？搞这些情情爱爱的干什么？真是麻烦。那就由我来帮你们加快进度吧。还没等我想出解决的方法，师父传讯命我下山办事。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话，逍遥派掌门一直闭关就是一个设定。仔细回想，似乎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。二师弟喜欢修炼，三师弟单纯一根筋，宗门的扫地童子就真的一直在扫地。我不由得好奇，他们如何给我定义的呢？此次下山不管如何，我都有点意料之外的欣喜。受身份所束，印象里我似乎一直都在逍遥宗。对了，师姐，那福州大哥和清欢姑娘怎么办？我瞟了他一眼，像往常一样对待呗，而且我看你也挺喜欢那个清欢的。三师弟像被戳破了什么心事，脸色涨红。没有啊，我心里师姐最美丽最厉害。你还真是好懂。我拍了拍三师弟的肩膀，不要让师姐失望。和叶福州、清欢也道别后，我踏上了旅程。倒不是说我如此笃定他们不会趁我离开攻打门派，但我不是所谓 boss 吗？一出戏不光主角要到场，
反派也要登场才能开拍吧。山下确实丰富多彩，长街之上人潮汹涌，穿着不同衣着的人员混杂。刀客、铁匠、剑士、侠客、药师、医者，这些人我只在挑战时见过。我新奇地看向四周，此时一道天外之音响起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去。全服公告一则，逍遥宗副本维修中，已暂时关闭，很抱歉造成各位玩家的困扰。我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，与人流逆向而行。哎，那个人有点奇怪哦，什么头衔都没有，该不会是新手吧？好像是的，这个名字也有点耳熟哦，柳木晴，好像在哪听过。我笑了笑，像是没听见一样往前走。一路上遇到很多人，我了解了很多这个世界的知识。掐指一算，我下山游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这里确实很好玩，不过我该回去了。奇怪的是，我回来之后没有一个人迎接，其他人就算了，明明提前飞书告诉过三师弟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大殿外寂静无声，这些人难道在我走后荒废修炼了吗？走进内殿，有女人的娇笑和男人的爽朗笑声。几人太过沉浸，压根没注意我来了。这样的反应能力，足够敌人杀死他们100次了。清欢四周围着几个内门弟子，其中居然还包括2师弟和3师弟。不知是谁说了个笑话，逗得清欢花枝乱颤，笑得瘫软在2师弟怀里。2师弟这么冷面的人居然红了脸，局促的手不知往何处放。3师弟极恨的目光射向他，不甘心的往清欢处挪了挪。嗨嗨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雅兴了，我想问问外殿的弟子们都去哪了。我的出声打断了作乐的男女。3师弟看见我首先站起身，高兴的就要走过来拥抱我。师姐你回来了，我们都很想你。我避开他的双臂，无情戳穿，我记得我提前告诉过我要回来。清欢在后面柔柔的开口，柳师姐回来，清欢有失远迎。至于各位师兄们，我看他们修炼太过辛苦，擅自做主遣他们回去休息了。我懒得理清欢像主人一样傲慢的语气，耐着性子，荒废修炼，大门无守，若是有人趁机攻入宗门，你当如何？清欢还没开口，3师弟急忙解释，师姐不用这么草木皆兵，清欢也是为我们好。2师弟冷峻着脸，斟酌着也为清欢开脱，平时师姐待我们太过严格，清欢也是心疼我们。这一席话还真有效果，周围的同门听了更是疼惜地看向清欢。我也惊讶地看向2师弟。3师弟是个蠢货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但是2师弟这人看着也不像啊。我一向懒得搭理蠢人，不欲与他们争辩，转身就要回寝殿休整，多日奔波实在有些疲惫。恨恨地想，既然我都是 NPC 了，为什么不能把我设定为不会累不会受伤啊？转身正好撞见叶福州，不知道他在这里看了多久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就安抚地牵住我的手，木晴辛苦了，清欢也太不懂事了，我代他向你赔罪。哦，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个要刷我好感度的人。我依偎在叶福州怀里，听他表面上指责清欢，实际上不停地打字安慰他。我这是在做样子，这时候是好时机，可以增强柳木晴对我的依赖。而一众弟子只听见叶孤舟维护我而责骂清欢，清欢适时地做出伤心垂泪状。见美人难过，2师弟紧绷着下颚将她往怀里揽了揽。福州，你一向偏袒师姐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可你不能这么对清欢。3师弟也帮腔，挺身站在清欢前，对，我们要讲道理，清欢做错了什么？我轻声对叶福州说，我们快走吧，我有点累了。叶福州嘴角勾起，好。我估计我现在这样在叶福州眼里8成是深爱极了，真是受够了这些蠢货。我本以为清欢是最先憋不住的，结果原来是叶福州先忍不住。不过也是，这边清欢坐拥几大男宠，那几个笨师弟皮相都不错，恐怕都乐不思蜀了。而这边叶福州只能每天守着我，相信他也能感受到清欢的心不在焉了。估计是清欢接到什么命令，约我去流仙湖见面。终于快来了，每天和这些人周旋真是遭不住。我最重要的事情也快收尾了。清欢妹妹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清欢显然不如叶福州能藏事，四周没人也不装一点，丝毫不掩饰他的轻蔑。柳木晴，我跟你明说了吧，叶福州他是我的，我们早就是道侣了。而你的那些师弟们，
虽然不是真的，不过建模都挺帅，我这段时间玩得很开心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福州的大事，我还想再和他们相处相处呢。唉，但谁让我最爱的是福州呢？他可是现实中有钱的富二代呢。清欢眼中闪过遗憾，因为他没看见我有一丝波澜，仍然冷漠地看着他，像是在说一个无关的人。怎么不说话啊？哦，对了，你只是一个 NPC， 可能压根听不懂我说什么吧？啧，你的设定里根本没有这些呢。我笑眯眯道，你说完了吗？他懵住，啊？我拔剑，别废话了，你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快点，要不然他们来到就晚了，都打完了。清欢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配合，但迅速反应过来，祭出法器。我嗤笑，叶福州真舍得给他砸装备啊，这么多天级武器，打定主意是要拖住我了。不过他们赶来的也太慢，清欢负伤累累，快撑不住了。我正思考着如何能再拉长一会战线，就听到一声怒喝，住手！随之而来的还有几道招数相当眼熟的攻击，不用想都知道是我那几个蠢师弟。叶福州拔剑替清欢挡掉一击，不要打了，都住手！我收剑而立。三师弟首先开始发难，柳慕情，你疯了吗？你想对清欢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信清欢会主动挑战你。二师弟眼里也是不赞同，似乎要化成一道有实质的寒光射向我。我慢条斯理的擦拭，打便打了，要什么理由？众弟子团团围成一个保护圈，将清欢包围在内，我就像一个面目可憎的敌人。叶福州也失望地看向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慕情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，清欢平时是骄纵了点，也罪不至死吧？二师弟冷漠道，福州兄不必跟着毒妇多言，幸好你没完全被他蒙蔽。我看柳慕情就是嫉妒清欢，觉得师兄弟们都喜欢清欢，才下此毒手。我不想再认这样的人为师姐，我提议将此人逐出逍遥宗。这话如石子落入水中，激起千层浪，众弟子一呼百应，柳慕情滚出逍遥宗。如我师门，不配待在这。此女心肠歹毒，不要被她蒙蔽了。我转圈看了一眼，这些人都是我的同门，此时群情激昂地讨伐着我。最后定格在叶福州身上，你呢，福州？你相信我吗？叶福州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愧疚和心痛，但还是没向我迈出半步。慕情，这次确实是你做错了，你不走的话群意难平。我点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逍遥宗大师姐。见我提剑要走，二师弟站出来，面色难看。既然你已不再是逍遥宗的弟子，那你不可以再佩戴师门赐给你的落雪剑以及各种功法秘籍。三师弟犹豫，师兄，这是师姐，不，柳慕情的本命法器啊，这样不太。二师弟回头瞪他，住口！我不耐烦地丢下一枚储物戒，都在这了。清欢有些急切地问，还有落雪剑呢？我将清欢看向落雪时贪婪的眼神尽收眼底，冷笑一声，剑指向清欢眉心，如果你敢，如果你能拿得走，那尽管来拿。见我如此，众人警惕地望向我，摆出作战架势，分为剑拔弩张。叶福州悄悄地在聊天中警告清欢，你太心急了，一把天级武器而已，乖，不要这个时候再激怒他了。清欢心不甘情不愿地收回流连在落雪上的眼神，不再理众人，我加快脚步往山下赶。时间紧迫，就算没有这件事，我也不能在门派待了。我马上就要闭关了，现在宗门的那般氛围，我实在不敢保证他们会不会趁机做些什么。找到落脚处后，我正欲休息，空气中却嗅到一丝危险。门外、树梢、街角、巷口，到处都有讨厌的苍蝇。揪出这些人后，看到头衔就已经明白了大半。天下联盟，排行榜第一，一叶孤舟的帮派。他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，但是还在文字之间互相交流。我靠啊，这还是 NPC 吗？我在他手下都撑不到10秒，我都换上最强的装备了，还氪金刷了一套仙品法器，居然给我法器都掉星了。我也是，帮主还让我们给他找麻烦，多削点他身上的装备，最好把柳慕情轮白一遍。现在看来，这样下去我们才会先被杀白号吧。不要急，我们人多，而且没有了逍遥宗保护，他撑不了多久，
我们大不了还可以消耗重来。对，我们明天刷新之后再上号。几人逃走，我没有再追，布下结界后才吐出一口鲜血。可恶，他们有一点说的没错，我从逍遥宗出来后真的在加速削弱。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威胁，但是那件仙品法器确实不简单，由于我一时疏忽没躲过去，实实在在挨了一下。不能再拖了，我运功行气，一遍遍地将力量游走在身体里每一处。说不清楚到底运转了多少个周天，外面过了多久。我出关时，外面嘈杂纷乱，刚踏出寝室，头上又炸出一道惊雷，伴随着全服公告的喇叭走遍这个大陆的每一处，所有人都停住了。全服公告，限时副本逍遥宗已开启，限期3日，增加 NPC 死亡下限设定，削弱无限回血功能，奖励加倍，可容纳人数增加，欢迎玩家来组队打本哦。通知一则，本服检测到已有第1人实现旋级突破，全服第1头衔一主，为期10日，开启无限第1挑战模式，机会多多，奖励多多哦。PS 不限人数哦。我抬头看去，过去我只能看见自己头上空空如也，和玩家们不一样。现在我的名字前面不是逍遥宗的前缀，也不是 BOSS 的备注，而是全服第1柳木晴。显然别人也注意到了，游戏频道里刷新出来一堆问号。怎么回事？柳木晴是谁？天下联盟的吗？上面的不可能吧？天下的帮主不是原第1吗？怎么可能他被手下人取代？等等，这个名字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这特么不是和逍遥宗那个恐怖的 BOSS 同名吗？楼上，我是现场怪，新第1就站我旁边，他们长得也一样，副本里虐我1000万遍，这张脸真的忘不掉。这游戏还能这样玩？旁边蓝衣男子腿打颤的向前走几步，拍拍我的肩，那个大神，不，女神，你是 BOSS 还是玩家啊？我诚实的摇头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我转身就要走，他迟疑的叫住我，女神，一叶孤舟昨天在全服招兵买马，应该接到了副本更新的消息，估计现在在刷副本，不，攻打逍遥宗。你是 BOSS 的话，不去看看吗？我道谢过后，朝记忆里门派的方向走去。他不说我也要来找你们。叶福州、清欢、逍遥宗。时隔数日，再次站到昔日师门前，我本以为自己会伤感，结果只是淡然。门内轩然嘈杂，草木零落，到处都是刀光剑影。逍遥宗这边愈显颓势，已是强弩之末，更可怕的是不断有新的玩家加入副本。一个师弟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看见我就像看到了救星，大师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早已不是逍遥宗弟子了。那人不信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快跪下了，我们错了师姐。总之你先救救师兄弟他们吧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我一步到内殿，2、3师弟2人正联手和叶福州周旋，与其说是周旋，不如说是叶福州压着他们俩打。叶福州也厌了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，示意清欢去解决他们，足够了，你去收割了他们。2师弟看到清欢将法器对准他，目眦尽裂，为何要这样对我们？清欢，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3师弟失魂落魄，我们居然为了这样的贱女人和奸细，引狼入室，还把大师姐给逼走了。现在的他们早已荒废了修行多日，陪清欢寻欢作乐，根本打不过几个来回。眼看清欢的天级法器这致命一击，2个蠢师弟根本挡不住，我叹了口气，挥手将这道攻击弹开。再见到我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3师弟最激动，师姐，你回来了，你救了我，是不是代表原谅我了？他要走上前来，被我眼中的冰冷定在原地。我说了，我不是逍遥宗大师姐，我那也不是救你们。我走到他们面前，给了这愚蠢的2人各一掌，带着5成的功力，2人被凌厉的掌风扇倒在地。我暴毙看他们，我只是怕他把你们杀了之后，我这一掌没处打而已。2师弟强撑着半个身子，不甘地望向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倒霉呗。你们在本门派还算是高手，可惜身边涌入了一群另外世界的人，人家轻轻松松买个装备打个怪就能升级，我们只能日复一日刻苦修炼，还不一定打得过。更可悲的是你们还蠢，人家哄你们2句，心疼修炼辛苦，
你们就真的陪人家荒废度日了。两人没听懂我的话，我也懒得解释。不过身后的叶福州和清欢却听懂了，两人噼里啪啦的文字对话吵得我头疼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 NPC 能说出来的话？福州别慌，这里那么多玩家呢，而且你可是全服第一呢，一定能把这个诡异的副本拿下。对，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串数据，怎么可能比人还厉害？两人达成共识，在面对我时已经有了自信。周围战斗的玩家收到通知，慢慢往这边聚集。所有人一起上，怎么也能打败这个 BOSS。 我也展开法阵，废话少说，来战吧。不知是谁先发难，飞身持刀直向我的面门袭来，其他人见状也纷纷甩技能，一时间飞剑、灵符、火焰、冰灵等各式各样法器飞来。不过现在在我看来，这些攻击也只是表面华丽的无用之功。我调转内力，一股巨大响动在周身爆发，不过眨眼功夫，气势汹汹的众人便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，没有了反抗能力。我笑，怎么还不起来？你们不是有回血加成吗？还是说你们在等 CD 时间呢？不好意思，需要你们先离开一下哦，我和你们帮主有私人恩怨要处理，现在还可以主动退出。我记得你们在这个游戏里也有痛感设定吧？痛死一次还是10次，自己选择。玩家们面面相觑，渐渐有人退出，身影消失在原地。终于安静了，叶福州，或者叫你一叶孤舟。叶福州震惊了一瞬，不过还是保持着身为第一的淡定。你这个 NPC 也太邪门了，居然能打败那么多玩家。他看向我头顶的虚空，你居然就是新全服第一。不过再厉害也只是设定好的而已，你只能对付那些菜鸟，可未必能打过我。他身形如鬼魅，提剑向我劈来。和我一样同为剑士，他选择这种方式迎战，那我也用剑将他击败。我站在原地，手心翻转，落雪剑听到我的召唤飞来，和他的高品级法器对上，发出嗡嗡轰鸣。你如果真的这么自信，为什么还要采用迂回的攻略这种低级手段呢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仙剑确实不容小觑，转眼间分化成万剑法阵。呵，这可是游戏内部人员开发出的伤害前3段魂剑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落雪剑相比之下就朴素了很多，不过他已经陪我修行了几十年，最难得的是和我的配合无间。剑光大作，几个来回叶福州已经显得力不从心，我丧失了耐心，最后将他击落。叶福州倒在地上磕出一滩血，躲起来的清欢焦急地要过来给他施治疗法术。你过来，只会和他一样，死在游戏里也很痛哦。清欢犹犹豫豫，迟疑地看了叶福州好几眼。孤舟，你等着，我回去帮你找帮派那几个元老。说罢就麻溜下线。叶孤舟捂住胸口，你明明只是一堆数据，为什么会比我这种真人玩家还强？我用落雪挽了个剑花，你说的对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游戏玩家，我只是个 NPC。你们在这场仙侠游戏中购买或者兑换的每一部秘籍和法宝，我却是从小到大数10年如一日的打熬筋骨，磨练心性习得。或许这也只是对我的设定，但是我确实是一步步走来。我能说清我的内功如何运转，我的招式其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我的每一个法宝都是亲身历险，探入险穴，九死一生取得。我的落雪剑吸收了20年的我的剑气，早已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。你们的一场游戏是我最真切的修炼生涯。叶福州颓丧地低下头，我认输。我踢了踢地上躺着的叶福州，你费劲把我从门派赶走，是担心打不过我和逍遥宗弟子们吗？他闻言抬头恨恨地瞪我，嗨嗨，你这个 bug， 既然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蹲下来，冷静一点，我又没说你这招没有用。你没发现我现在没有 BOSS 的前缀了吗？副本奖励不是都发给你们了吗？叶福州查看邮箱，居然真的多了几列物品，他抬起迷惑的双眼，那你为什么？你明明都不属于这个副本了。我摆摆手，我说了，这是我和你的私人恩怨，不是玩家与 BOSS。世界频道飞速滚动，全服公告，现实副本逍遥宗已被天下联盟组队通关，现已关闭，感谢玩家们的积极参与。卧槽，啥情况啊？
这个逆天副本背过了。谁把柳木晴给打败了？楼上的，似乎是前第一叶孤舟，不过这个副本里 BOSS 不是柳木晴了。我就想知道那个县第一无尽挑战有人组队去吗？别犯傻，我和我朋友去了，被杀得跪在地上叫爸爸。游戏外的某市别墅，男人退出游戏后愣愣地坐在电脑桌前良久，他犹豫片刻，拨打了一通电话。我们那个游戏里面是不是有 bug？ 你们不觉得那个逍遥宗副本的 BOSS 有点怪吗？电话那头有玩家反映原 BOSS 太强了，打不过。我们已经让程序部调了 NPC 数值了，咋了阿周？你不是过了那个副本吗？男人皱眉，他不是 BOSS， 我败给他了。什么？你不是全服第一吗？别人觉得 BOSS 难打，但你不应该啊。我第一就是被他取代的。我就是想问你，这称号还能颁给非玩家吗？对面沉默，那又得加班了今天。去查查吧，我感觉那个柳木晴很不简单。算了吧，他也只是一串出错的程序而已。阿周，你就是突然被人打败的挫败感作祟而已。挂断电话，叶福州还是不放心。真的吗？只是数据出错了，它只是一个没被修复的系统漏洞。几天后，游戏内外都收到了通知，全服第一无限挑战玩法暂时关闭。BOSS 柳木晴程序有漏洞，官方这边已安排下线处理。所有 NPC 已经调到正常数值，请玩家们快乐游戏。终于有人说了，我就怀疑这 BOSS 强的离谱。全服第一的称号又回到一叶孤舟头上了。我戴着斗笠，听见全服喇叭的播报之后笑了笑，穿梭在人群中。叶孤舟身边换了新的侠侣，是个可爱的蓝衣女孩。二人站在桥上似有所感，向我离开的方向望去，但什么也没看见。阿周，怎么了？一叶孤舟收回目光，没什么，眼花了。几年后，仙域游戏周年庆，官方组织了一场线下玩家面基活动。玩了几年游戏的玩家们互相都已经熟悉，有的一见如故。哎，你是那个？有的积怨已久，已经约好了线下对决。一叶孤舟其实算半个游戏内部人员，这几年一直都是牢牢坐稳全服第一宝座。宴会上，西装革履的男人搂着女人，与客人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萌新玩家窃窃私语，那个就是一叶大神哎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！旁边人应和，是很厉害。不过你听说过吗？几年前他的第一宝座被一个不知名的人夺走过。萌新惊叹，比大神还厉害。叫什么名字？怎么都没听说过。我怎么想不起来啊？我听了很久，笑眯眯地凑过去，是不是叫柳木晴啊？对，就叫这个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二人回头准备细问，却已经找不到人了。洗手间外，一叶孤舟不时地看表，应该是在等人。我出来洗完手，正要走，却被叫住。我好像有点眼熟。你是玩家吗？我点头又摇头，算是。他皱着眉，仔细地在记忆里检索，结果却连自己都觉得可笑。你总不会是柳木晴吧？他一惊，女伴从洗手间出来，撒娇地说让他久等了，好奇地问我是谁。这是几年前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吧？应该不是十里清欢，我依稀记得。打过招呼，女伴又催促一叶孤舟还有要紧事，拖着欲言又止的他离开。我走出宴会大厅，迈向新世界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